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的大主题，我们赶快来聚焦中国版的艾斯摩尔，现在正式的杀出来了吗 ？DUV 我们昨天提到了首批量产之外，还包括了大陆的亮相的 EUV 的原型机，还包括了奈米压印3路另辟战场。美国7年的晶片封锁，反而逼出了中国大陆半导体曼哈顿计划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一个深度的剖析。先欢迎在场来宾，首先欢迎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明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的节目按赞。那么再次提醒观众朋友，我们的会员频道主要呢，你要找到的话是在环球大战线的频道，按下加入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哦。那么今天一样的，希望跟我互动，写下思明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来做回复，也帮我们节目按赞。今天呢，火线话题3个，等一下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看到第一个，中国大陆的首批浸润式的 DUV 即将量产了。但是呢，我们以数量来说，今年是5台嘛，那后年会是20台左右，距离艾斯摩尔现在全世界现在大约是4000台的话，看起来数量上有差距。而艾斯摩尔现在也往 EUV 2奈米的方向去做发展了。中国跟荷兰之间现在是在追赶吗？还是其实大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正在另辟新的战场跟赛道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是，其实美国现在很忧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大陆不只是生产 DUV 而已，而且这个 DUV 需要用到80万个以上的这些零组件。如果大陆未来都可以补齐这些自建零组件的话，包括光学材料啊，或者是 EDA 设备链的话，是不是等于是大陆打造了第2套的半导体帝国，再也不需要其他的相关供应链了，包括来自于全球的供应链，像是美国等等，这个是美国另外最忧心的事情了。第3件事情，我们来看美国7年的科技封锁，原本想掐死大陆的晶片发展，结果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晶片领域可以说现在是叫做3箭齐发。今天会来看到的，包括了 DUV 的发展，还有大陆的 EUV， 甚至是奈米压印，是完全不需要用到任何光刻机技术的这个奈米压印，如何走出自己新的一条科技道路？今天就这些议题会有深度的剖析。好，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自主化最新消息，昨天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它现在开始进入到了量产阶段，当中备受关注的其实是这家企业仅成立3年，叫做艾盛纳。它其实呢相当的低调，到现在没有什么声音哦。传出今年首批量产5台的 DUV， 后年就会有达到20台。那么预计呢会在这些晶圆厂来做测试，包括了中芯、华虹跟长兴等等。再来，我们要做关键的这个一个剖析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陆的国产 DUV， 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到底是哪一种 DUV 呢？跟艾斯摩尔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不同呢？那么现在普遍研究，它是属于193奈米浸润式 DUV 的曝光机哦，代表说中国大陆已经进入到28奈米、14奈米，甚至是搭配多重曝光这样的技术，可以挑战先进制程7奈米的一个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也要来跟艾斯摩尔做比较，到底是另辟战场，还是他也在追赶艾斯摩尔呢？以数量上来讲，刚刚讲了嘛，后年是20台，艾斯摩尔目前呢全球累计出货4000台，如果只是单比中国大陆现在这一款浸润式的 DUV 的话，它的出货1600台，市占率还是远远的高于90%，更不要说艾斯摩尔现在的主力也往 EUV High NA EUV 这一款方向去做发展，可以支援2奈米的制程。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大陆现在的这些新的技术，到底是不是另辟，完全是属于中国自己的一条科技自主道路呢？委员怎么看？对，我首先要讲的是说，光刻机的技术本来就很难哦。那么光刻机的技术，它其实是有好多零组件组在一起的。那么大家听到我们节目讲过这么多次，就知道说光刻机除了你要会发出这个紫外光，不管是这个极紫外光，或者是这个接下来你还要有这个镜片做反射哦，那么做折射啊，然后你还要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化学药品哦。那么这些东西当然它就形成了一个
某种程度就形成了一个技术的壁垒哦。那么我觉得你说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些年，因为受到了美国跟西方的科技围堵跟封锁，那么当然整个中国开始急起直追哦。但是在急起直追的过程当中，你说我们要一夕之间可以跨过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技术壁垒，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坦白讲，在过去这1-2年哦，已经有非常多重大的突破了。那么光刚才这个思敏跟大家讲到的，我们看到上海的这家公司，其实接着包含我们可能也会讲到在深圳的这一家新凯来，他们分别做的是浸润式的 DUV 跟 EUV。那么其实这些都是国家队哦，就是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这几家公司背后的股权结构，它其实都集合了中国大陆最重要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资金哦，甚至这个人才哦，包含像哈工大一些重要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大学的人才，全面的集中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虽然是一家又一家的公司，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国家队哦。那么这个国家队现在正在急起直追。刚才思敏说我们到底落后多少？我大概查了一下资料，就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浸润式 DUV， 我们在技术指标上哦，大概我们以 DUV 对 DUV 哦，就浸润式 DUV 这样的一个这个位阶上，我们大概落后了 ASML 10年。那么如果你把 EUV 一起算上去的话，我们大概落后了它将近20年，就2代的这个差距。那么，但是你说这2代的差距，在过去这几年里有没有快速的缩短？当然有啊，在2-3年前你要是讲这个的时候，人家可能跟你说中国大陆正好落后它30年到50年了。但是问题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把距离缩短了哦。那么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像 EUV 的这个发展，它都已经克服了像极紫外光的产生模式，它跳过了原本的 LPP， 用了 LDP 的方式去产生，所以一步一步的我们正在往前迈进。那么刚才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现在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分2个策略在做的。第一，它要先硬追，就虽然这个差距存在，可是我要努力的往前追。我硬追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先保住我的生存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这个用重复曝光的方式来制造7奈米，其实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这个良率要很高，这个良率要达到很高很难呐，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要经过一次一次的重复曝光，一点点些微的误差都可能造成这一波的生产是全部无效的，所以用这个重复曝光生产7奈米哦，那这个成本非常的高，可对中国大陆来讲，要先求有啊，所以0到1是最难的，那1再到2，那就是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现在很显然的看得出来，他们现在做0到1，用国家队的方式，不管在沉浸式 DUV 或者是 EUV 上开始急起直追。但同时，中国大陆它还用了另外一条路线，它用了非对称的路线来超越这个来自于西方的科技封锁。这就是我们过去在讨论的东西，比如说华为的涛定律，最近华为最红的叫做950节点。那么华为的涛定律，它用了这个3D 堆叠的技术去绕过了晶片的这个几何缩尾哦，就你用摩尔定律，我就用涛定律。那么我绕过了你所有的这个专利，那么我就走出自己的另外一条路。那么最近华为推出来的叫做950超节点，他说我一个 AI 的运算晶片哦，抵不过你哦，可是我人多好办事，我把几千个 AI 晶片，我用超连结的方式把它连接在一起。晶片的连接的关键的困难不是说连了就可以解决的。大家知道为什么要1片晶片跟1000片晶片的效率上有很大的差别？因为1000片晶片呢，你的传递的速度啊会造成延迟，你就不断的在中间传递，这个就是一个延迟。所以它的950超节点能够做到的是，它快速的用这个光来做这个超连结的方式，它可以把延迟的时间缩短。所以呢，950超节点这一项技术，连 DeepSeek 的梁文峰都说，它已经可以对标美国的NVIDIA 的 GB200 跟 GB300 了，虽然价格比较高，但是我们做得到哦。像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它用非对称的方式来绕过了这个封锁。是。然后呢，包含我们现在看到的像 DeepSeek， 像最近最红的 Kimi K3，他们靠什么？他们靠算法。他们靠算法去突破了来自于西方的这个晶片封锁，所以 DeepSeek 需要很少的算力，它就可以完成训练，接着做推理。那 Kimi K3 现在更狠哦。那么 Kimi K3 这一波推出来的时候，它这个为了要取信全世界，它完全是从它的权重的参数到这个基础的这个结构，它全部的技术通通都公开了，所以大家就发现说，它事实上在做这个非对称的超越过程当中，在算法改进当中，它其实已经做了更多的突破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现在在走的是在原本的道路上尽一切的力量在往前追赶，而现在已经有很好的成果了。但是他们并不仅止于此。
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在追赶的过程当中，当然你还是会面临到这个一重又一重的阻碍。我刚才讲到了，最近美国要用 Match 法案来这个封锁中国大陆，连 DUV 的零件它都不给你了，连维修都不做了。所以中国大陆它另外一方面，它做这个走进另外一条赛道，它在硬体上，在发展的理论上，在这个模型的算力上，它做了各式各样的非对称的这个突破的模式，就是为了希望能够在面对西方的科技封锁的时候，能够用这个架构的系统也好，或者是能够用这个算法的改进也好，来突破来自于西方的压力。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一系列要做这个先进制程的晶片，有2种大项目，一个就是走这个光刻机传统的路线，另外刚刚委员特别帮我们提到的一系列这种非对称，开启另外一个新的赛道。那其实呢，美国要担心的除了是中国大陆双管齐下之外，我们也看到，我们光是讲光刻机刚刚讲的这一块好了，美国现在也担心了，说，如果说未来的光刻机中国自产化之外，还有相关的零组件也全部国产化，那会不会完全就是走中国版本了？完全不需要其他的公司来提供相关的零组件，也就是一台光刻机需要的80万个零组件。那这当中涵盖的厂商包括了这些高功率雷射光源、蔡司啊。超精密平台、真空系统、光照设备 EDA， 也就是美国最近封锁的 EDA 这一些软体上千家的零组件供应链，会不会中国大陆未来全部都自己做发展，再也不需要美国，完全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苑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阿斯麦的一个 CEO 他讲得非常好如果你不卖光刻机给中国大陆的话，那么这个是他生存的问题，所以他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他走自己的道路的话呢，原则上来讲的话呢，有2种方式嘛。你刚才讲的非常清楚，一个就是按照阿斯麦的这个光刻机方式一点一点来，你刚刚讲到139奈米啊什么的，一段一段来。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弯道超车了就是华为搞出自己的这个不是按照这个原有的这种方式来就自己做自己的这个定律这个发展。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觉得这真是陷入了中国科技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时刻因为我在台大是教科学哲学的，我了解科学有2项本质然后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科学本身呢，大家要了解，它对我们的生活的改善是有实际的效果那你们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呢，那么就是真正的改善，科技就是为了出现这个效果。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呢，人对于自然的了解就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说呢，就是说前面一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达到，现在这个数字非常好，就是说好说话了，就是比这个7奈米5奈米3奈米2奈米就觉得谁比较高精尖。那么另外一个强调那个方式的话呢，就是要做出自己的什么华为的涛定律或者说做弯道超车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刚刚听到讲说插这个 DUV 浸润式的这个光刻机就10年，插这个极端的这个光刻机的话，就插10+10等于20。我鼓励一下我跟这个大千，我们都是希望中国的科技能够发展到。我认为的话呢，这个10年当中3到5年的变数非常大新凯莱的部分的话呢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其他的做光刻机的话呢，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了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是你非努力发展不可的，否则你不可能没有新变，你知道吗？而且成熟制程的话呢，这个其实讲起来就简直就是国本的问题，这个不是国防的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国家一定会想办法鼓励你、支持你，要找所有的人才，只要有办法就是科产。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这是最后一关因为我们都知道光刻机是整个工艺世界中的桂冠就是说这个是皇冠上面的一个大宝石你要是突破的话，我告诉你，只要中国一突破马上变成白菜价，对，阿斯麦尔就不要做生意了。所以换言之的话，如果说我们有机会一点，10年内吧，给他10年的时间的话，阿斯麦尔大概10年内就要准备清算了，要倒闭了。这个因为我们对中国人的这个生存头脑以及能力是有信心的。对，而且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大概还不需要10年了，对 ASML 就已经形成压力了。光是最近的这一个新闻嘛，我们看到的上海这家公司，它今年生产了5台，然后接下来马上要交20台。其实光这个新闻出来 ，ASML 股价就跌了将近10%对，所以这对 ASML 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0年对 DUV，20年的 EUV，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去年在讲的时候可能是更久了。
短短的1年的之间就已经缩短了这么多了。所以就像刚才苑老师讲的嘛，到明年我们在讲的时候，可能不是10年、20年，可能已经是3年、5年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急起直追是可以预期到未来一定会有很好成果的，你非追不可了。是好，所以综合两位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嘛，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等于是请国家之力要来全力投入在晶片半导体这个领域的发展，所以我们也看到确实现在是多路齐发，除了 DUV 之外，还有包括了 EUV， 现在也要做原型机曝光，那政府更是投入了400亿美元，而且跟艾斯摩尔走完全不一样的路，就是在光源上，它是采 LDP， 那艾斯摩尔是 LPP， 这个先前我们提过不一样的路。再来，中国大陆有奈米压印直接把奈米图形压在晶圆上面，那大幅降低大概90%的成本。如果跟艾斯摩尔来做比较的话，等于说大陆有了完全自己不一样的路。干哥怎么看？好，刚刚大千讲的啊，应该是就是普林科技，普林科技它帮力测科技生产了一台，那叫什么奈米压印机？什么叫奈米压印机？就是说传统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靠 EUV 跟 DUV， 对不对啊？但是这一次呢，普林科技他说我绕开了 DUV。然后呢，采取奈米压印技术，它这个样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它就是说我这个原理上就是说你是要投射光线啊，但是它现在不用投射光线了，它直接压印，把电路图就刻在那个模板上面，然后呢，像盖章一样压到晶片上面。但是你会想说，图案这样就能够完成吗？对，讲都是一个原理，听起来是可行的。可是里面要付出多少心血跟代价，以及容错率，以及不断的测试，所以说这里面它就牵涉到说，如果有1个奈米的错误的话，你整个晶片就报销了。然而力测科技这次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晶片没有报销，代表什么？代表这是叫做所谓的弯道超车啊，就是说我绕开，你必须还是要屈服于 DUV 跟 EUV 这些曝光机的技术底下，你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的确，就是中国的科技，它的偏差，它现在做到在2奈米以内，不需要 DUV 的复杂光学系统，可以支援小于10奈米的那种，就说线宽的加工。是像这个工程，我说一句实在话啊，我坦白讲一句，这不是国家队来帮忙的话，你是根本就做不到的。不过也的确像大千所讲的，它现在的问题还是出在于说，可能光子晶片是做得出来，但是在逻辑晶片上面恐怕还做不到。所以在这个先进的逻辑晶片里面，它这个还是不如那个一般的曝光机。那每层的对准啊，上层啊，你要对准，就是说下一层要对准上一层，每一层要层层环环相扣，不然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出问题。可是它的单片的成本是原来 DUV 或 EUV 做出来的1/10，就像刚才苑老师讲的，对，一旦成功，它就是白菜价了。你以为白菜价不会发生吗？会的。3到5年之内，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不是光是白菜价这个问题，而是它在绕开 DUV 的技术之后，它一定会想出更多在脑力激荡上面，你会发现。在就说这种高阶晶片上面，他会想出更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被美国科技封锁了，所以我们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我们就堵住了，所以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觉得会找到更多解决的道路，而且很快就会看得到成果的。我做一个补充啊，就是说。就像刚才这个干哥讲的嘛，现在我们看到的晶片奈米压印，它是可以做光子晶片。对，那逻辑晶片还有一点距离。各位知道光子晶片跟逻辑晶片的差别在哪里？逻辑晶片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的，就是 CPU 跟 GPU 就是大家现在最常用的。逻辑晶片跟光子晶片的差别在于，逻辑晶片是用电子在传递的。那么光子晶片是用光来传递的，所以其实这是另外一条路哦。就是也许现阶段它还没有办法做到用这个压印做出来像逻辑晶片用电子传递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可是光子传递未来恐怕是另外一个趋势哦，因为光子传递可能会比电子传递更快更稳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奈米这个压印的这个技术哦，如果持续的走光子晶片这条路下去，恐怕也可以走出另外一条康庄大道。好，谢谢孙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中美现在再开战场了，这一回川普急封的是。先前是晶片战，现在竟然是封中国大陆的机器人，原因是大陆的机器人大军正式的来袭了，包括他现在担心的语速机器人白菜价已经抢占了全球的市场，美国打不过，现在又要禁吗？今天会来做深度的剖析。中美科技战新的战场，赶快来看到是美国最新宣布的，来自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说，2大类外国制的设备接下来都会纳入在管制清单当中。先来看到第一个，就是机器人相关，还有包括了4足的机器狗这一些的设备都要禁，它们可以移动，具备感测以及联网的能力，这个是第一个。第二项要禁的叫做联网型的电力逆变器。好，这个是什么意思？要做什么用的？简单说，就是可以支撑 AI 资料中心运作的这一种电力设备。当然了，美国会给出理由嘛，2个，第一个他就说了，这涉及到国安。第二件事情，他是说要防范远端中国大陆可以偷偷的做控制。针对这个新的制裁，之前都是晶片战，现在打到了机器人，是美国是担心什么呢？是怕中国大陆机器人白菜价，还是技术考量等等？委员怎么看？美国永远都是这样哦，就他自己的产品的 CP 值不够的时候呢，他就用国家安全为理由去禁其他的国家的产品哦。所以其实，在机器人也好，在这个联网逆变器这2项产品上，说根本了就是美国自己竞争不过别人哦。那竞争不过别人，又要保护自己的产业。然后最后就干脆说这跟国家安全有关。照这种逻辑，那全世界所有的电器都不要进美国了。那如果今天机器人可以去把他的工作场域的资料传回去，那任何的电器用品都有可能做得到哦。那么这些东西来做无限上纲的话，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哦。但是美国现在真正怕的是什么？美国现在真正怕的很简单，他怕的就是他自己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嘛。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价格哦，就语速机器人，它现在最红的那个4只脚的那个4足机器狗哦，它的价格大概一台是1000到2000美金哦，1000到2000美金哦。波士顿动力啊，虽然波士顿动力在美国 Boston， 可是它其实老板不是美国人，波士顿动力已经转了好几手了啦。但是我现在就拿 Boston 动力来说好了，它的叫做 Spot， 它一个很有名的机器狗叫 Spot， 很早就推出来的。Spot 机器狗一台要多少？75000块美金，一个是1000到2000美金，一个是75000美金哦。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差距有差了多大。然后你再看看宇树科技它的人形机器人，就是那个人一个像人形机器人，号称说马上就要上线了，大家都可以买。那真的就是白菜价了，它一台只要99000块人民币，所以呢，就是比买一台车还便宜了。就是任何一个人以后，大家家里都可以大概2个人形，就可以买1-2个人形机器人在你家当佣人了哈，在你家当管家了哦。然后呢，可是你美国自己 Tesla 的 Optimus， 它的价格远高于这个99000块人民币哦，而且 Optimus 现在还在迭代出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稳定的状况出现，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嘛，在机器人、机器狗这个领域里头，美国已经远远落后中国大陆了。美国现在怕什么？美国就是怕大疆时刻又来临了，就是当年的大疆无人机的时刻，造成了现在美国新的这个机器人的时刻又来临。那么美国怕的是自己落后，怕的是自己的产业被打垮，他要走的是保护主义，国家安全只是一个幌子而已。那你更不要讲逆变器了。各位知道逆变器是什么吗？就是现在我们最常看到的是把这个交流电变直流电，逆变器是反过来的，逆变器是把直流电变交流电。逆变器用在哪里呢？因为太阳能发电的时候得到的是直流电，所以你要去应用的时候，你要转成交流电，这叫逆变器哦，就从直流转交流。然后你在储能系统，现在大家一直在讲 AI， 讲的绿色能源、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讲的就是储能嘛。你发完了电要找个地方存起来吧，那个储能系统也是直流电，所以你要拿来应用的时候，你又要转成交流电。那现在美国怕的是这一个关键技术又被中国大陆打垮，因为中国大陆华为啊。它的那个逆变器的这个制作的品质已经相当惊人了。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的新闻是，它几乎是横扫巴西所有的市场，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光伏，就太阳能电面板加上逆变器，这是一套的。
你太阳能发电发完了电要转成交流电，它是一组的。所以呢，如果今天这个逆变器这个技术再输给中国大陆，市场再被中国大陆拿走的话，整条太阳能产业链通通都失守哦。所以美国其实怕的是这个，所以讲那些国家安全根本就是鬼扯胡扯一套的。是，所以现在也指出说，美国的最新禁令就是怕中国大陆的这个机器人大军来袭。那现在把重点也放在了宇树科技。我们来看到宇树科技，因为在现在有全球爆红，它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等一下也会有很多的影片可以看哦。它从武术啊、拳击、舞蹈、工厂作业员、清洁工作，甚至照顾老人都可以做。那甚至最近也出现在美国的实境节目《美国达人秀》当中，出现了8台宇树机器人同台表演。最新的是它的载人变形机甲 GD01， 让这个他跟创办人王星星一起登上了。我们看到这个是《时代》杂志最新的一期封面了。好，刚刚委员也讲到了有关于机器人的价格，确实宇树现在打的机器人价格也非常的低，包括了我们先讲其中一款 G1， 现在售价是8.5万人民币 ，R1 只有2.9万人民币，跟手机差不多。那宇树机器人它现在以机器人来讲，全球市占现在大约27%，将近30%，但是机器狗全球市占已经高达了60%。另外比较讽刺的事情是，等一下赶快请导播来带我们看影片。这个是高通最新在台北的电脑展上面秀出它最新的人形机器人，结果呢，主打超算力，却是在发布会上突然间意外失控，机器人倒下来，瘫倒地面。来看现场最新画面。好，可以看到这个讲者看到了机器人倒下来之后，其实是非常傻眼的，所以工作人员呢，赶快的用黑布把机器人给盖上去之后，很尴尬的把这个机器人给抬出了现场。干哥怎么看这个当中的对比？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前几天台北的电脑展，在我们世贸中心的电脑展，而且这个真的是很丢脸。为什么？高通出的，高通对，美国的这个大公司啊，晶圆巨头。然后主持人那时候用英文讲的是什么？现在真的是机器人的时代来临了。我们高通公司蹦，那机器人就倒了。就倒了之后，大家知道，你知道，如果现在是宇树科技的话，他会想办法什么？你知道，就是要试图让机器人自己再站起来啊。以前没办法，以前比较原始嘛。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科技跟 AI 去辅助它，让它自己想办法站起来。不是高通也没有办法，一块布就不是布啦，棉被啊，棉被就盖上去了。为什么？就没好你看啦，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就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美国的大厂，他们还是遇到一样的问题。就像刚刚大千讲的，美国在机器人的科技上面，它已经我觉得不能说是远远落后，但最起码就是说，他们在不管价格、在算力、在机器人大脑这些运算上面，通通都输给了对岸，也就是输给了中国大陆。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那我想请问，你现在在台北电脑展里面，你还能够得到什么商机？宇树的老板也是创办人王星星他这次特别自己坐上了他的那个叫做什么 GD1 GD01，他坐进去，他说，你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可以扛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多少人？我这个人大概200斤啊！我跟你讲，他可以扛了300斤，你知道？那一个人形机器人走出来，就扛着他走。所以其实老实讲一句，宇树它还有另外一台，现在在网络上非常火红的那个，你看到那个画面，你会吓一跳，你会觉得是 AI 做的，不是真的。那个叫什么？叫做轮腿，就4足机器人，轮子跟腿加起来，它既有轮子，它也有腿，也就是它从高的斜坡这样下来的时候，速度非常快。我觉得那个是快转啊，不然不能那么快，那么快早已经摔倒了。它根本跟你刚才所看到的高通那个机器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宇树的机器人它叫做 AS2W， 它竟然可以从90度的坡度这样直接冲下来，然后它没有翻转，它是用它的轮子加上它的腿去接地，然后可以一直这样的翻滚，不断的翻滚，而且那个姿势近乎完美。好，我们就讲到说，
如果你要像在去年的春晚，2025的春晚呢，这样的机器人，做不到这样的动作，对不对？那个时候一台是3万美金，那时候机器人是一台3万美金，现在是多少钱？现在刚大家已经讲了，白菜价以前一台是3万美金，差不多是我们新台币这100万，现在已经降到了5万块了，就可以买到像你在去年看到的春晚的机器人。5万块什么人民币？人民币对，现在是降到5万块人民币，可以看的3万3就差不多20万台币就可以，降4倍。对，你就可以觉得说，不是只有这样，不是只有这样。因为现在大陆有很多需求，比如说在家里要照顾老人啊，或是帮忙做家事的啊，以前的租金都很贵啊，租金大概一天都好几千块人民币，现在也都降下来了，所以大家就晓得说，这个需求是慢慢会扩大。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我特别看一个节目，是那个就是Discovery 频道的节目，有一个就是说丹佛格尔，他是一个制作人。他是一个就是旅游遍天下制作人，他到深圳去然后一看那个机器人就坐在那边，他说我要点一杯咖啡，他真的会做咖啡吗？他说好，你现在开始算时间，看人做咖啡跟机器做咖啡的时间哪个快，你就看那个机器人有点笨手笨脚，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它的速度比人做的还要快。做出来之后你喝一口看看，是真正的机器人 AI 做出来的咖啡。我特别看了那段影片之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说机器人做的咖啡可以这么好喝，就他自己说的，他说的，当然我没喝到，他喝到他说真的跟人做的一样好喝，所以他说这个在哪里？这在中国的深圳。我是英国人，我在伦敦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但是我现在到了中国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这种东西，更不用讲中国人早就用支付宝了，所以他很难理解。中国怎么可能会这么厉害？所以你就晓得说，现在不仅仅是白菜价，你以后将来你会发现说，他这种就是说，那个有那个像王欣欣他自己做的那个机器人啊，那个也很快的，它就会上市了。然后呢，在上市之后，就是真的要干活了。他下一步王欣欣他说他的目标就是说，不是只有做这些事情而已，我们要真的做到家庭的服务。是。那等到这些机器人真的上线以后，那你就会觉得美国的机器人好像跟原始人一样的落后。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说，随着中国大陆的机器人的用途变得越来越多，当然现在美国就要禁，但是呢，美国政府说要禁，美国的企业却不是这么认同，甚至觉得美国政府你这么做可能会伤害我们的企业。这一家企业就是辉达，因为辉达呢现在做的这款机器人是跟语数合作的，叫 Isaac 的人形机器人，等于是说双方合作是说语数提供它的平台当做身体，那辉达提供脑子，也就是提供 AI 晶片啊、运算平台跟智慧系统等等，但是没有想到呢，却引爆了中美之间，其实双方都开始担心会不会有国安的疑虑。中方担心的是，使用辉达平台等于把机器人的脑子跟灵魂交给了美国，未来会不会晶片跟软体被对方给卡住？那美方的担心是，语数的机器人进入到了美国的企业或研究的中心，可能把美国的先进的机密传输给中国。苑老师怎么看？那到底这一场竞争谁会是中美之间未来的赢家？我去年到深圳3次，有一次去参观深圳的机器人工厂，那个机器人吭吭哈哈走过来之后，一见我面看了一下，然后说：“苑举正教授你好。”我吓了一跳，他妈跟人一样。然后呢，我就很惊讶，跟你要个签名。没有，机器人不要这个。那我就很惊讶，问他说：“你们在深圳这种机器人的工厂公司有多少家？你知道有多少家？300家。我说句良心，我们刚刚谈到的光科技，是我说过工艺上的桂冠那是最难的部分但剩下的部分的话，你刚刚讲到高通在台北这个电脑展丢脸，那高通科技那也算是不得了。我跟你讲还好那如果说是强迫我们要买，那美国的武器都是高通做的，那不得了。我跟你讲，一个都打不出去，全部都是要用那个棉被把它盖住上。我现在要强调这里头你强调这个安全问题
这个很明显，大陆的机器人无论是在成本跟在技术上面，尤其是灵活度上来讲，都明显的超过这个，都超过美国。因为原来我们在几年前，5、6年前都在讲波士顿动力嘛，觉得好不得了。然后后来都发觉说，大陆突然冒出来尤其是这个语数的科技，王兴兴这边的科技。对。那我要强调一下这里面的重点，这个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什么是哲学问题？就是你的风险，你要讲风险，你要讲绝对安全。绝对不还。我说句良心话，我们现在讲着讲着，妈突然来个大地震，9级大地震，大家都完蛋了。对不对？这也叫风险。那你不要上节目嘛？开玩笑，我们的日子怎么过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来讲，你只要一提到风险，我刚刚讲到说，如果美国防中国的这个机器人，然后中国防美国的这个用这个 AI 灌注的话，那么大家就不要合作，各搞各的，这个就是唯一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情况下你没有互信嘛，对不对？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美国联络西方联合来制裁中国的时候，中国它一定要，我几乎可以在这边大胆的预言，它一定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否则它没有后路可选，人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说以后的话，你就会发觉机器人你只有买中国的，你也不可能买美国的，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岳老师讲的完全正确就是对中国大陆的机器人来说，它未必稀罕辉达的晶片，未必，因为那是一个机器人。跟那个2奈米、3奈米、5奈米没有什么重点的，就算是你18奈米、28奈米，通通都可以的。对，关键问题是中国大陆在晶片制造上已经几乎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了，所以在晶片上美国是卡不住的。现在是辉达有求于语数因为他知道语数机器人可以卖的很多，所以呢，他为了做生意，当然就希望跟语数绑在一起现在不是语数有求于辉达，而且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说，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的下一个战场在哪里？下一个战场在世界模型跟物理 AI。现在所有的机器人之所以还没有办法真的到我们家里来帮你铺床、帮你扫地，它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 AI 模型还没有办法了解真实世界的空间跟物理的原则，而现在全世界所有的 AI 科学家都在发展世界模型跟物理 AI，中国大陆也在急起直追。我今天才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腾讯吧。它的混元的这个世界模型，他们也做出来了。那这些东西如果再安装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是大幅领先的这个语数的机器人身上的话，它马上就会成为一个可以走进家庭、走进工厂、走进办公室的机器人，那就是真的可以上线去做各式各样的工作了。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日本危机大爆发，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现在在日本昨天发生的这一场地震影响了晶片的命脉，另外还包括了中国大陆断它的稀土等等。高市在这个时候还是不认错，硬撑下去。那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持续花8兆军费要打造国家的军工厂。日本是不是要走向战时体制呢？今天的大主题也请观众朋友留言来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日本现在面临经济还有金融上面的危机大爆发，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非常的安全，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做互动。这一场来自于日本引爆的国家危机最新消息，要来看到的是在昨天熊本爆发的7.1级的这一场大地震，直接影响的就是半导体的供应链受挫。那么包括了东京威力科创2座的工厂宣布停工之外，在熊本这边之所以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的半导体大厂也都在这边，除了有台积电、Sony 之外，还包括了瑞萨电子等等现在在评估说是否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呢？其他受影响的企业还包括了丰田3家的工厂已经暂时先停止作业了，再来就是本田机车的熊本厂也停工。目前这一场意外造成13死亡，数字当然了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另外就是另外一场同样也是影响半导体供应链的中国大陆持续的紧掐对于日本稀土氦气等等的这个
出口计划，直接打击了包括了日本的企业，像是它的日本的科技业、汽车跟军工产业等等哦。那直接影响的包括了有丰田、日立、三菱重工、信越化学等等这一些知名大厂的核心企业哦。日本现在就算是拆了空调，还有深海要去挖。包括了稀土要做提炼，到现在是无解的。那日本的产业界最新也估计了说，如果中国大陆的稀土持续紧掐的话，再这样下去，1年恐怕面临2.6兆日元的损失，这个规模占 GDP 的占比来到了2.3%。除了在产业上面刚刚看到一系列的影响之外，我们现在要来看到日元跟日债目前又面临了哪一些重大的影响。首先，日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200兆日元了，占 GDP 最高甚至高达250%，长期维持是全球最高的负债国家之一。日元的部分崩跌到163大关，引爆了现在投资人也在失去对于日元日债的信心，是否引发抛售潮？等一下也请委员带我们看，因为也有专家提到有可能会爆发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市场现在也忧心政府持续的扩大它的支出，尤其高市早苗最近还要降低这个食品税，是否再增加财政上面的负担呢？这个也是外界所关心的。面对现在各种的压力，日本高市早苗怎么说呢？他说自己没有应该要去反省的地方，而看到了最新民调，高市的支持率从6月份还有51%，一口气现在下滑了至少10个百分点，来到了历史新低，只剩下40%的一个支持度。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日本的债务危机？另外，高市说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日元跟日债是否引爆抛售潮，也是现在专家所担心的。政治危机加金融危机的双重风暴会不会正式引爆？委员怎么看？当然了，这个情况非常的不好哦，所以关于这个问题，高市内阁我估计在今年年内就一定会下台了哦，因为高市内阁除了高市自己的表现太过于跳痛哦，那么不符合日本国民的期待之外，其实高市在最近这段期间全力在推动军国主义复辟跟抬头，这也不太符合日本大多数民众的想法。所以大家可以最近看到日本不管是地方议会也好，或者是日本的民间有各式各样的抗议抗争的行动，那更不要讲高市自己陷入了一个丑闻当中，而这个政治丑闻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解开哦。所以对日本首相来说，他只要陷入丑闻，几乎就已经敲响了他的丧钟了。这个高市内阁要解散只是迟早的问题哦。那至于说日元的状况更惨，我觉得日元是一个死局啊，就是我看日元的这个局势几乎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开的哦。大家知道，现在日元之所以会造成这个汇率无量下跌，最主要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它跟美元之间的利差太大了。现在大家都在做利差交易，日本的基本利率是1%，美国现在的基本利率是3.5%到3.7%，所以你一般的投资者你会怎么做？你会去日本银行借日元，因为日本的利率很低嘛，你跟银行借日元那个利息很低啊。你借了日元之后呢，通通跑去买美金，买完美金之后就存到美国去收那个3.5到3.75的利息。你中间赚的利差交易，再拿一点去把利息付掉，你就赚了。现在日元之所以无量下跌，你甚至日本这个央行日银说出来要来护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唯一最重要的症结点就在于日本敢不敢升息。好，关键问题来了，日本敢吗？刚才这个思明给大家看到的，日本现在的债务已经到了 GDP 的250%了。通常在我们总体经济学上，债务只要超过 GDP 的100%，你就是一个债务国。它是250它的欠的债是，对，叫迈向260了。你知道它也是2.5倍到2.6倍的状况了。那关键问题来咯，你欠了一屁股的债，那你平常要干嘛？你要付利息给人家。那因为你现在基本利率很低啊，就1%，所以你现在的那个日本公债的利息不用付这么多。可是如果你一升息呢，那你一升息，你接下来所有的债务的利息全部都要提高咯。那个时候你扛得住这个债务吗？你的利息付得出来吗？更不要讲日本的企业也在跟银行借钱啊。你现在一升息之后，日本的企业跟银行借钱借的，大家知道银行借你钱都是浮动利率的，它都是以基准利率用几倍来这样算的。所以当基本利率一改的时候，你的浮动利率就跳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的企业撑得住吗？第三，日本是一个完全靠进口的国家，日本基本上没有任何原物料。现在在这个全世界这么混乱的局面，特别是在这个能源价格高涨的过程当中，
大家看到的那个通货膨胀的这种压力，所以日本的企业它进口的原物料的价格就变得更高了。所以原本大家以为说，哎呀，日币贬值，它的竞争力会变高一点。可是那已经过了一个死亡交叉了，日币适度的贬值对这个出口的产业有帮助。可是当你贬到太夸张的时候，再面临到通货膨胀压力，再面临到你这个整个汇率的压力，你的原物料的价格远超过了你这个出口能够得到的获利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对日本的企业来说，那就是沉重的负担了。所以光是我刚才讲的这3点，我还没有讲一下其他的复杂的因素。光这3点，坦白讲，我就已经想不出来到底日币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出路跟解方了。现在看起来，当时是160，我看现在看170，甚至到180甚至200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跌到什么时候呢？如果日本现在放手不管哦，我告诉各位，当然跌到某一个时刻还是会停的。跌到什么时候呢？跌到真的符合供需关系的时候，它就会停下来了。可是那个情况对于整个日本来说，可能就是灾难性的结局了。所以现在日元跟日债出问题，专家也就说会不会引爆所谓未来的抛售潮，这个还要再持续的做关注。那另外一方面，日本要担心的事情，还有就是呢，我们看到在有关于稀土还有它的企业界的影响，因为这场地震再加上中国大陆持续的紧掐稀土，这个双重打击，苑老师有怎么看？这个熊本地震啊，再加上日本的这个产业升级就失败啊，有原来刚刚我们这个委员讲了非常多，我可以大胆的预言呢，日本绝对是完蛋的了啊，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说要分析针对于地震以及这个产业萧条的情况下来讲，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们现在讲说天发生地震，我刚刚举这个例子也是台湾也有地震，这个没有什么好讲。但是的话呢，风雨生人，就是风雨生信心啊，大家就会觉得说有地震的话呢，日本应该是能够撑下去。但是日本的产业为什么衰败呢？我举3个原因啊。日本首先的话呢，第一点就是说刚刚这个大千已经介绍这个日本的这个汇率的问题，这个情况非常严重，我们不多讲。然后第2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日本现在的话呢，为什么没有稀土？就是高市早苗在去年的11月7号莫名其妙冒出了一句安倍晋三被打死的之前说的话，他说台湾有事啊，搞了大陆话了，非常没面子啊。大陆讲说我平常对待你很好，因为日本的产业之所以厉害的原因，就是自己是造成了环境污染的稀土的产业，它不生产，全部交给这个大陆来生产。然后呢，日本环境很漂亮，又搞观光啊，又有好产品。那现在没了。稀土当中，日本想了3个对策：第一个用偷的，跑到大连去偷啊，那个富士电机，结果没偷成，被抓到了。然后第2个的话，捡垃圾，从那个旧的冷气机里面捡垃圾，捡了不够用，弄来。然后第3个到海底下那个什么鸟之岛底下，什么挖了一些烂泥巴以后，什么现在那个泥巴以后能管什么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讲不清楚。所以日本现在的情况下啊，就是说高市早苗的话，唯一的能够获得支持原因，就是把中国看得非常非常的不行要什么台湾有事的话，日本就要来，让你来试试看。但是我告诉大家，在这边我要强调一下，日本每一次遇到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就国家快完蛋了，都想办法找一个国家来偷袭。现在日本的话呢，他们的防卫厅厅长小泉进次郎就要开始要松绑他们自己的反核3原则。那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这真的是底线。所以日本的话呢，就是说除了天人他们之外的话呢，日本自己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日本自己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好。我们现在也是感觉上，日本好像突然之间从原来觉得不错，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有麻烦的地方。是，那所以苑老师也带我们看到，现在日本除了提出这个反核3原则之外，是不是要往军事主义的方向去做发展？从这当中也有一些迹象。首先，第一个最新消息是外媒特别做的报道，爆料说日本政府正在研究修改制度，接下来要允许国家直接持有部分的国防生产设施，来因应未来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日本可能面临弹药不足、供应链不足、生产不够快速的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日本持续扩大它的国防支出，正式突破8兆，并计划在2027年让这个防卫支出达到 GDP 的2%，这个支出其实只是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后的第3个国家了。资金投入的方向是不是也是要往军国主义的方向去做发展？因为它主要投资在长程飞弹、无人的武器、防空系统、弹药库存等等。所以现在日本的问题是一方面面临在经济上、金融上面的危机，但是一方面又扩大在军事上面的支出，要往军国主义做发展吗？干哥怎么看？在2次大战爆发以前，虽然大家都很知道石川导播膜重工
川崎重工啊、三菱重工这些都耳熟能详，当时都是在政府的管制底下的。其实他们的生产啊，跟他们的营运啊，受政府的政策影响很深。那个是在战争之前。那现在战后呢，日本不允许拥有军队之后，这些都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这些企业都是各自发展，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但是你知道为什么防卫省现在最近提出一个法案，叫做 GOCO 法案，就是什么？你知道？就是这个政府持有，然后民间营运，要提出这个新法案，就是说以后属于这些军工产业啊，都由政府来持有，那这个交给民间去营运。那我心里就在想，你不可能从日本固有的工业里面去把这种股份给抽出来，变成国家所拥有，这根本做不到，对不对？那你为什么防卫厅或防卫省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想要说，哎，我把那个这个像这些大型的军工产业的这个持有变成政府所有，然后交给你们去营运，这就是什么？你知道？这我给你点破，这就是军国主义复辟。他就是准备我政府抓回了这些最主要的重工业的生产之后，他将来才能够随心所欲的啊，就日本政府他自己本身，他就可以进行扩张，或是进行什么，进行海外部署，甚至可以拿回军工业的生产主导权，可以开始外销，这些通通都是在长远的算计里面。所以你说你现在你看看他们最主要的，他就是说，将来你看我们长程巡弋飞弹啊、高超音速飞弹啊，以及无人机的沿岸系统啊，这些都耗资巨大啊。那这些耗资巨大，就影响到日本将来的防卫白皮书，它到底应该要怎么做？而且这里面虽然利益不是最主要的考量，最主要的考量还是国家能不能够掌控。你说三菱重工，你现在每年你要生产多少战机，生产多少的引擎，这些东西，老实讲一句，都不是国家能够控制的。所以我要把它拿回来。将来一旦有事，什么有事？太平洋有事了，或者是北方四岛有事了，或者是我要抵抗这个俄罗斯军队的入侵了，那我们政府自己本身就有马上扩充产品设备的生产速度，比如说爱国者飞弹啊，比如说这个日本自卫队的火炮、战车等等，所以大家就晓得说，日本这种态势啊，2027年的预算呢，国防预算已经到了9兆日元了，你就晓得说，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现象。我们现在正在密切关注这样的现象，将来有一天你就会知道说，原来这个沟口，也就是政府持有、民间营运这样的措施，从以后的事态发展，就可以看出当初就是像我们今天在讲的，原来如此，日本政府它是不是逐渐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今天军事上面的消息，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是俄罗斯的末日鱼雷即将战斗值班了。它这一款鱼雷叫做波塞冬。它可以潜入到1000米的深海，核动力航程是几乎是无限的。在此刻，为什么普丁打造的海底战略王牌突然间出现了呢？它可以从海底突破防线，对美国的沿海城市
发动报复。这个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最新消息，等一下来做一个深度的剖析。好，这一次呢，在俄罗斯的部分有一个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就是圣彼得堡没有出现万舰出海，也没有大批的军舰接受普丁的检阅。俄罗斯已经连续第2年，它取消了这种在海面上的大型的阅兵的活动。外界解读原因是不是呢？他们担心，因为呢，如果举行了这样子的活动，会不会乌克兰趁机在这个时候用无人机来做这个针对于俄罗斯的突袭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普丁他也视讯公开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一款藏在1000米深海的核武器之一。波塞冬，好，这一款是核动力无人潜航器，进入收尾阶段。根据了解，现在即将要投入战斗的方向来做迈进了。好，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波塞冬，它是以希腊神话的海神命名，结合了包括核动力、人工智慧、自主航行跟核打击的能力的潜航器。最大的不同，我们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传统的核武主要依靠洲际弹道飞弹、战略轰炸机，甚至是这些核潜舰来发射飞弹。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波塞冬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来看到它的一些小档案哦，它结合了鱼雷跟无人载具，可以搭载核弹头。那么再来长度的部分是20公尺，重量可以达到100吨，它可以搭载这种小型的核反应炉哦。而且呢，船呢洲际的一个航程达到了1万公里以上。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可以潜入到比一般的鱼雷还要更深的海底。超过1公里深的海域来做活动，那么外界估计它可以搭载大约是200万吨的这一种等级的核弹头。最可怕的事情，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特别看到的是，它可以从深海绕过，不管是来自于美国的雷达侦测，或者是卫星反弹道飞弹系统，并且在攻击敌方的沿海城市、海军基地，还有核潜舰的港口，甚至是航母的集结区，它都可以直接来做攻击。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干哥了，这个又叫做放射性海啸，对于这个美国来说，它的军事威胁有多大？还是这比较是一个战略性的心理战？普丁他的策略现在到底是什么？好，这个战略威慑心理方面大于实质意义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波塞冬，它其实就是 Poseidon 海神的意思，希腊神话海神。那这个海神这2个字呢，又很耳熟能详。为什么呢？海神就是现在美国水下核子反击的前一代，现在这一代叫做3叉戟飞弹，3叉戟的前身叫做海神飞弹，海神飞弹的前身叫做北极星飞弹，所以大家就可以有一个概念。那现在俄罗斯它使用了这个，就说无人潜航深海载具啊 ，Poseidon， 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末日战争要用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打到了末日了。莫斯科可能都被毁了，海神就出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可以航行1万公里，而且它在水下1000公尺深，你根本找不到它，你也打不到它。其实说句实在话。像这样子的深海潜航载具哈，说句实在话，美国在50年前就做出来了，可是美国没有用。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用吗？因为它的核子攻击潜艇跟核子弹道飞弹潜艇已经非常多了，不需要用这样的东西。像这样的东西，就是等到大家都打光了，然后我就派出 Poseidon 到纽约的这个沿海。然后我就打中了纽约之后，就会引发巨大的海啸。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打过来了，因为它很难探测，引发海啸，然后足以可以造成纽约沉没。为什么？因为它的爆炸威力相当于200万吨黄色炸药。给大家一个概念，广岛接受了几万吨的黄色炸药冲击，广岛大家都知道是唯一被原子弹炸过。广岛只受了2万吨黄色炸药冲击。那如果 Poseidon 带了200万吨的炸药的话，去攻击纽约，纽约不就沉了吗？所以这叫做末日武器，也叫做绝望武器，就是已经没救了。我只能够派出 Poseidon。所以他说现在 Poseidon 开始战斗值班。我们听了只觉得说那叫做武力威吓，就告诉大家说我有这个东西，因为普丁在海军节特别讲了一句话，
他说不要以为你们可以逼我向你们的条件投降，跟乌克兰去媾和啊。他的意思就是我拿出我的末日武器来告诉西方世界说，我有这个，代表说我还有筹码可以用。所以其实他这个是在外交辞令上面的一种运用，而不是真的我要用像这样子的末日武器来对付西方世界，不是这个意思。那特别讲到说他在26号的海军节的时候，你知道海军节照理来讲的话，在波罗的海啊，在传统的苏联的海军，那都是一个张灯结彩的，就是很多船都会来啊，对不对？结果你知道当天是什么样的情况？当天是用了一块跟真实潜艇大小一块的画板拉开来，放在海军官兵的后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用画板代替好了，不用派真的潜艇出来，因为真的潜艇出来，等一下被乌克兰的这个北极星或者是无人机打到怎么办？我今天要讲啊，就是说，俄罗斯海军通常都有光荣的传统，但是也不至于用到画板代替潜水艇吧，对不对？因为他们害怕又被击中，那很没面子。好，不管怎么样，其实俄罗斯海军已经没有经费可以支应了。所以说他用这种方式来替代海军节，然后呢，也是一种方法啦。不过，在这个战争的面向之后，让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战争还是要赶快寻求一天结束，可以让 Poseidon 永远都不需要有出海的一天。好，那它的威力的部分，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嘛，这个美军现有的声纳网 P8A 反潜机甚至是攻击核潜舰也没办法去拦截它吗？岳老师又怎么看？我让大家了解一下哈，刚刚干哥讲得很清楚，它主要是威慑性质的，它并不是真的拿来用的。但是目前为止有3个情势让普丁非要做出这个宣誓不可。首先，第一个，俄乌之间的冲突打到现在4年5个多月以后，大家非常意外的发觉俄罗斯快败了。你刚刚讲到那个什么搞一块什么潜水出来，我以为是在讲印度的海军，后来搞了个半天是俄罗斯的海军啊，这个的确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因为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普丁他没办法输啊，因为这整个顿巴斯地区，对不对？这个卢甘斯克、格涅斯克还有这个赫尔松啊，然后扎波罗热他们都已经变成俄罗斯的领土了，又没办法吐回来，然后现在就卡在这边。然后欧盟那边的话呢，又不断为什么现在这个俄罗斯拿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没有办法？乌克兰就是赤脚都不怕穿鞋的，好像一个人掉到粪坑，那就从粪坑里爬出来跟你抱在一起。那俄罗斯现在也不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而且他自己的无人机的工厂都是在欧盟境内啊，对不对？在欧盟境内连着土地的话，他可以用这个核武器啊。那这个美国在背后的支持啊，所以现在波塞顿的出来，这是第3点了，这就是针对于美国来威胁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自己航行，它的速度可以到100节，100节是185公里啊，对不对？速度非常快，而且还可以在那个就是这个别尔格罗德跟这个哈巴罗夫斯克的2种核能潜艇里面的装载，这个装在潜艇里面可以一次的话呢装6个的话，每次是自己可以发200万吨级的核武器，你美国人一听你不害怕吗？对不对？这底下又抓也抓不到。那俄罗斯现在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就好像一个赌桌一样，然后看样子快输了，啪一下准备掀桌子了啊！就是基本上俄罗斯展现这个就是老毛子精神，是耍流氓了啊！那你也没别的办法。那你现在的话，前面乌克兰呢一生死，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好。那另外欧盟那边的话，就偷偷在那边拿钱在搞。然后美国这边会讲说，哎，我看到谁厉害了就支持谁。所以现在普丁的话呢受不了了，他就讲说，你再动，你们3个我都跟你们一起完蛋。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用处啊。说句良心话了，我们回来讲点大陆看了都非常高兴啊。你们尽量去打吧，你管你有没有就从坑里爬出来，随便吧。好，所以是就这个情况。是这款武器的出现，除了展现普丁的政治上面的一个态度，还有战略的威慑，那老师又怎么看？对，其实坦白讲哦，就是说我们过去在讲这个3位一体的核打击嘛，我们讲的就是用陆基发射飞弹，这个弹道飞弹，或者是你用这个轰炸机来发射核弹头的这个弹道飞弹，或者是你用潜舰发射，这是我们过去传统讲的啦哦，潜舰或这个海面上的这个舰艇发射叫做3位一体。那么，所以呢，过去像美国在防范这个核打击的时候，它就是根据这3位一体的方式，它有各式各样的工具哦。比如说在太平洋这个大西洋底下，它有海底声呐监听网，为了猎杀
所有的这个核子动力潜舰哦。那么水面上不用讲了，光靠卫星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么包含它还建立了这个反弹道飞弹的系统，就为了防止来自于空中的攻击。可是这一次的这个波塞冬，它就突破了美军过去传统对于3位一体的这个核打击所做的防线了哦。因为刚才大家都已经讲过了嘛，它是属于听不到、看不到、抓不到、打不到，就因为它的这个在海面下1000公尺，就1公里哎。现在所有的重型鱼雷大概最多打到600到800，就算它全速前进哦，被这个声纳监听网听到了，都没有鱼雷可以打得到它，因为它太深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我觉得这个普丁所要展示的就是告诉全世界，我绝对有相互这个毁灭的能力哦，我绝对有这个能力。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工具枪你们已经没有工具了，我光是这个波塞冬拿出来哦，你全世界所有只要临海的国家，你都要心惊胆战，因为哪天我不高兴。